這是一本自唐朝便被封禁的預言奇書，書中推演的內容和未來1000年的歷史進程驚人的相似。而當我们把書中的文字一一剖析之後，結果卻令人細思極恐。難道未來之事早就已成定說嗎？今天莫言就為大家講述千年禁書推背圖。說到此書，不得不提到以下這兩人了。第一個便是李淳風，唐朝的天文學家和醫學大師，精通周易陰陽，在朝中的職位相當於我們熟知的國師。第二位便是袁天罡，唐代初年的玄學家，比李淳風年長30歲。嚴格來說，兩人師出同門，都是道家大師。袁天罡此人在古籍中的描述可謂神到了極致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相面卜卦，可以通過某人的面貌五官、氣質体態、手紋以及骨骼來推演吉凶禍福。相傳貞觀時期李世民得知了民間有如此高人，便強行將袁天罡召入麾下。而在去往神都洛陽的路上，袁天罡遇到了上世孩童的武則天，可他只是看了一眼便被震驚了，因為此女生的一副龙头凤頸，雖是女兒身，卻有着天下之王的姿態。一番推演之下，居然看不透此女的未來。貞觀17年，太宗李世民讓李淳風、袁天罡二人合力推算大唐的國運，並且為了防止兩人串通一氣，要求他倆背向而坐。傳聞李淳風在推演時進入了天人合一的狀態，甚至窺探到了自大唐之後2000年的未來一角。背後的袁天罡也察覺到了異樣，隨後轉身推了推李淳風的後背，打斷了他，並說道：“萬萬千千說不盡，不如推背去歸休。”這也便是此書被稱之為推背圖的原因。其中共有60項預言，其中由卦象、讖語、頌約和圖畫組成。由於推背圖主要推算是皇權國運，那麼必定會涉及很多政治朝綱，所以自唐朝之後的歷代君主都將其視作禁書，和商君書一樣不准在民間流通。而書中最為出名的便是關於幾名女子的預言。第一個便是推背圖第3項：日月當空，照臨下土，撲朔迷離，不聞一語。現在咱們將這16個字拆分來看，日月當空說的不就是照字嗎？要知道這個字是武則天上位之後自創的，取得便是日月在上普照大地的意思。而下文的頌約又寫道：參遍空王色相空，一朝重入帝王宮，一知波盡根有在，窩窩沉積孰是雄。這條預言更是成功對應上了武則天登基。第二個是推背圖第5項，讖約寫道：楊花飛，蜀道難，更無一時乃平安。而下面的頌約預言：木易若逢山下鬼，定於此處葬金環。相信很多人第一時間回想到4大美女的楊玉環，蜀道難寫的不就是楊玉環和大唐玄宗皇帝逃難的經歷嗎？更無一時乃平安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楊玉環，便不會發生那場慘絕人寰的安史之亂。木易若逢山下鬼，定於此處葬金環。木易為陽，山下鬼為維，而歷史中楊玉環正是在馬嵬坡這個地方結束了他的一生。這些種種都坐實了第5項預言的就是楊玉環。第3個便是推背圖第18項，讖曰：天下之母，金刀伏兔，38之年，治安鞏固。區區16字詮釋了宋朝劉娥皇後的整個人生。天下之母的意思是劉娥身為母儀天下的皇後，而金刀伏兔便是卯金刀，組合起來便是劉娥的姓氏。劉娥被後人稱有着呂武之才卻無妻之惡，雖把持朝政但沒有登基稱帝。第4個便是推背圖第31項，讖曰：當塗一念，穢亂宮闕，一男一女，私訟人國。說的便是文盲天子朱由校的乳母鳳聖夫人。史料記載，她雖為皇帝養母，可整日和朱由校纏綿，並與妃子們爭風吃醋，甚至毫不掩飾地殺害了幾位正宮嬪妃。而這位草菅人命、穢亂宮闈的鳳聖夫人，也成為了唯一一個被記錄在正史中的奶娘。第5個便是推背圖第36項，讖曰：纖纖女子，赤手御敵，不分禍福，燈光蔽日。而下文的頌約解釋道：雙拳旋轉乾坤，海內無端不敬，母子不分先後，希望長安入境。不難看出，文中說的便是大清的慈禧太后。晚清時期，在她的治理下，已然全是腐朽和黑暗。慈禧心知肚明，卻熟視無睹。推背圖中的雙拳旋轉乾坤，指的應該是義和拳的義和團2大民間組織，而後半句的海內無端不敬，便是從遠洋而來的八國聯軍。可最讓網友們驚奇的，則是推背圖第42項，天美人自西方來，朝中日漸安，長宮在地，危而不危。難道指的是2022年8月那個半截入土的老太婆？長宮在地難道指的是東風41？